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下山话事，还是我是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在讲那个中年男人决定润出去的事情，讲的呢有点意犹未尽。这一期呢，我们继续聊。这里是老 P，还有好朋友胖子和毛毛。上期呢，胖子谈的比较多，大家基本上都听明白了哦。他润的理由呢是想去一个相对公平点的国家，不说国家吧，或者社会去生活，对吧？那个毛毛呢，貌似比较佛系，没有特别强的那个润的念头，好像就是有了一个这个机会呢，就出去了。那个我呢，在上期谈了很多，都被无情的剪掉了。这个我自我检讨啊，我可能就是三个人当中筹划的最早的一个，这个不能讲的太细了，就是在世界观、人生观刚刚定型的时候，就是决定了要润这件事情，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，走了很多弯路，现在呢算是达成目标了，当然不是那种一个小目标的那种目标。那么这期呢，主要就谈一谈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，如何去落实实施。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有什么经验呢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当然了，还是有那个实操经验最贴地气、遭了最多磨难的胖子同学，先来跟大家分享。我确认一下，胖子，就是说怎么把肉身弄出去是吧？就怎么操对作是吧？对对对，现在就讲一点就是干货多一点的东西，嗯，实操的人。上次是战略，这次是战术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可以。我是大概，哎，我这个就是起心动念，其实也蛮早的，大概在大学的时候吧，也90几年的时候，没有老 那也 P，很早了，那也对，没有太早了。老 P 早，但是也蛮早的，因为我玩的比较好的表哥表姐，然后我大学的同学，反正都走了。我们大学班上毕业，我们一共21个男生，16个女生，大概全班走掉一半以上。然后除了一个去日本的，都是去美国的。所以说，受周围的人的影响吧，就是其实蛮早就开始思考这个事情了，但是一直有个错误的念头，就是觉得贫贱不能移，对吧？所以就觉得要那反正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呢，就觉得要多挣点钱，在这个还可以操作这么件大事儿。然后我先说结论吧，就是后来等到我实际出去之后，觉得其实不是的。我觉得最宝贵的不是说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再出去，而是说我觉得年龄是最重要的吧，就是你早点出去呢，可能因为毕竟你是去转服嘛，你就另外一个服务器重新开始嘛，因为如果年纪轻的话，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容错的空间，万一你在那边新服务器选了这条路走不通，过了2、3年，你可以换另一条路，还可以尝试一下。如果像我40、50岁再出去的话，就发现其实留给你试错的时间就很少了，所以就是之前的这个观念是错的。然后我再说我自己觉得最宝贵的一个经验，就是说一旦你有了这个念头，就是你最好找一个实际的一个渠道，具体的把它咨询一下，你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出去，然后要补什么条件，因为这个流程可能。快的话1年以内，慢的话，对吧？就可能要2、3年，甚至于更长。所以说，你不实际操作，其实你不知道你缺的是哪一块。然后说到这个具体的方案的话，其实我当初是这么搞的。我是16年把自己创业的公司关掉的。因为本来想赚点钱再出去嘛，但其实钱也没赚到，时间也花掉了。然后就在我关公司的这一天，然后公司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同事，他登陆了那个加拿大的王子岛然后在我可以说是万念俱灰的时候吧，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下，说你这是怎么操作的？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一下他怎么操作，然后我就发现我之前的这些那个所谓的积累财富的这些时间啦，这个都是浪费，因为他一共就花了5000加币。5000加币就是乘5吧，就2万5人民币，然后就把他全家弄出去了。哇，所以说然后他其实给了我一个捷径，当时是国内还比较流行的有个叫爱卡汽车论坛，然后就是在这个神奇的论坛里头，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总结贴，那个哥们儿也是可能像老 P 这样，就是很早就树立了要这个华润万家的这个决心。
万丈雄心。然后这哥们儿既嗯，是个理工男，然后呢，他就做了一下横向的比较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中国就不乏这样的就非常这个思路缜密，然后做事情特别有条理的人。他就把当时各国所有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政策，他都研究了一遍。然后呢，他当时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唯有加拿大是真心缺人的，其他的国家有一些移民大国，比方说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它其实缺的都是钱，它不是贪图你的身子，它缺的是钱。哦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按照那个论坛里头那个哥们儿比较出来的结果，那就他已经给你做了横向比较嘛，因为时间离得比较近，有参考价值，所以我就选了加拿大，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朋友去的是王子岛。然后我就开始申请王子岛了。然后，再说第二个小的这个 tips，就是大家如果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认知，就是第一是说这个移民政策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快的，大部分的国家是一年会更新一次策略。这个是要注意的点，就是你查的之前的这些帖子啊什么的，就包括我说的艾卡论坛的这些事情，肯定现在都不太适用了，因为它过得非常的快。然后第二条是说，呃，像加拿大这种地方呢，它是联邦制的，它跟中国不太一样，它是联邦制的，它的每一个省其实是有自己的移民的额度和自己的规则的。然后所有如果走加拿大的话，你会经历就是说所谓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省提名，就是这个省决定让你去了，然后省提名之后有一个象征性的等联邦批准的一个过程，但是基本上拿到省提名的话，应该有呃至少是60%以上的把握，甚至于更高，就是你可以去了。大概是这样的两个 tips，一个是变化非常快，第二个是说像加拿大这种国情的话，那其实拿到省提名是最重要的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说，这个可能说出来比较伤感情，就是说，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吐槽的时候说，华人就像瘟疫一样，就是在全世界到处蔓延，蔓延到哪里就出问题。其实移民这个通道也是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多嘛，那么你就算坏人的比例的话，因为人口基数多嘛，那坏人也就绝对数量也会多，可能比例不高，但是对吧？但是这个，所以在移民的这个通道上也有坏人。然后呢，由于它的绝对数量不少，它很容易就把一个通道给堵塞掉。就我举个例子，就是我最初申请的这个王子岛的创业移民，就它整个的申请费用只有5000加币，25000人民币。然后你提交一个创业计划，然后就在当地办一个他们需要的企业。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超市，可以是加油站，可以是日托中心。当时可能最流行的是日托中心。就只要他当地的就王子岛的政府认为是他确实需要这样的，那么你就可以去。然后在去的这个18个月里头，就你跟当地政府的有一个合约嘛，就这个合约是18个月，18个月之内，只要你证明自己为这个企业支付了15万的加币，然后在18个月结束的时候，他就给你全家发绿卡。然后加拿大叫枫叶卡，给你发绿卡，然后呢，根据你提报的这个开销，退给你一半的金额，就最高退75000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实际花了20万，对不起，他也只能退75000。但是你如果实际不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算没有完成合约，还是说他就按15万退，但不重要了，这个已经没有了。当时就是因为申请的华人太多了，然后他会不停的调整，说，比方说日托中心已经饱和了，你们后面再提商业计划至日托中心，他就不予批准了。然后再往后呢，就查出来有很多很多，对吧？舞弊的现象，就是华人假借去那边然后靠各种方法，虚假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合约。所以这个很不幸，就是这个简称叫 PEI，对吧？中文里像骂人的话呀，就这个 Pay 这个计划被永久性的取消了，所以王子岛现在没有这个仅仅区5000加币的18个月就能拿到全家绿卡的这样的一个计划。这个王子岛的创业移民这个计划已经永久性的 cancel 掉了，因为一些老鼠屎，这锅汤就整个的被泼掉了。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现在整个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就是，一方面前面我可能对吧，自嘲说华人是瘟疫的这件事情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全世界范围，我觉得是孤立主义抬头吧，所以各个地方可能都开始不那么的欢迎移民了，就包括加拿大在内。就是这个事情吵得也很凶。包括留学生等等等等。所以说这个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，我觉得移民这件事相对来说是变得越来越难了，要求的标准会越来越高了。然后
最近吧，其实早些年开始，就是相对来说，我完全疏忽掉的一个地方就是日本。其实它的那个经营管理签，就是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移民吧，就是它其实在嗯国内的受欢迎程度是蛮高的，就是这个可能是算还可以，就是条件比较好办的一个出去的一个方法。我觉得在这个之前，除了你开始起心动念说要把肉身弄出去，然后接下来在实操之前，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家庭或者个人，你可能要认真的思考一下，就是你把肉身弄出去，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这个其实蛮重要的，蛮关键的，会取决于你的很大一部分的选择。就比方说，你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呢，你还是为了自己的养老呢？你还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？就是你得把你的这个目的想清楚，因为有的地方它可能很容易操作，但它有可能不能满足你的，就覆盖你全部的需求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我有一个表哥，那岁数比我还大，他是在就是上海那几个月结束之后6月1号第一天，他就买了一张机票跑到泰国去了。泰国是有养老签证的，就是他是为了解决养老去的，因为他跟他夫人是丁克，所以他去泰国就觉得挺好的。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大家在实操选哪些国家的时候，最好想清楚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。因为不同的目的下可能有不同的手段，对吧？就好比说泰国这件事情，就如果你想把你的孩子送到欧美的那种学校的话，那泰国可能不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选择，对吧？那可能对吧？美国、加拿大或者是欧洲哪里是你可能优先考虑的地方？如果说你只是为了，像我表哥他的考量就是养老，所以他之前也去欧洲考察了一下，欧洲的那个经济不太好的那个 PIGS 4国，对吧？PIGS 就是呃葡萄牙什么的，他们当时都有那个购房的那个绿卡嘛，就是你在那边买几十万欧买一个房子，就可以给你一个长期签证，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养老嘛。他其实也是肉身去考察了一下，他考察下来的结果就是觉得，可能从饮食的角度来说，或者是说回国的时间来说，他觉得可能东南亚比欧洲会好一些。虽然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，就比方说，社会治安等等问题，那可能是另外的问题。陈奕迅的那个演唱会不是取消了吗？就是，嗯嗯对对对，嗯嗯就是就所以说就是大家想好目的，你要解决什么问题，然后你再去选择哪些国家能够满足你这样的一个目的，然后具体到了那个国家呢，你就具体的找一个操作的这些人，不管是当地的中介也好，就国内的中介也好，你具体的落地去对照一下，就是你的条件满不满足，哪个比较好走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不要去做把那个就是那个途径永久毁掉的那种选择。嗯。好了，我就介绍到这里了。，OK，老那 P，个胖子那个实操的东西讲的十分的详细，我觉得里面干货还是不少。接下来我来说一下吧，就是我的那个操作，我就比较简单了，因为我跟那个胖子的想法其实很相似，很相似，就是那个希望就是能够搞一大笔钱，然后就舒舒服服的出去了，但是其实事与愿违，对不对？我呢，就是通过家庭的途径，当时跟那个老婆商量好了嘛，就是一方面就是我去，想办法搞钱，就是搞公司，能够搞成的话，搞一大笔钱，那就搞投资移民；如果不行，我就走他那边，他是外资企业，就走那个工作签证。结果我那边没搞成，然后就走了他那一边。至于国家选择方面，其实也没多大选择，因为读书一直都是学英文嘛。其实我从中学开始，基本上就是其他学科我都不学，基本都不学，就只学英文。所以相对来讲，那也就英文国家可以选。然后我在英国待过几年，我就觉得怎么说呢，就是它毕竟不是一个移民国家，还是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在那里。然后现在在的美国呢，就是在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，这一点还是我觉得选择上面我还是相当欣慰的，就是没有选错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实操经验估计没有什么太大的
可以 copy 的一个。其实谈不上 copy，因为我们当初操作的这些东西，就是可能现在有的都不存在了，或者说条件变了。其实对，说那么细节的这种东西的 copy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，就是说一下我嗯嗯，们对吧？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认知到的一些错误，然后说思路方面的一些可以嗯，给后续的人做借鉴的部分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实对，操的部分其实就是它有时效性嘛，而且就是嗯每个国家的政策可能也是动态变化的，我是。感觉嗯，是这样。嗯好吧。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的就是技术层面，就是第一是没有其他选择，就只能是英文国家。然后既然决定了英文国家，那你就得拼命把英文学好。我在这里也遇到过很多很多人，就是呃在抱怨，就是没有办法融入社会。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心里想，其实就是你英文不够好。如果就是你能够跟当地人可以没有缝隙的、没有瑕疵的这种交流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这个我觉得是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经验吧。然后这个对于后来的人来讲，呃，你要在当地立住，首先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点。另外就是我切身体验，就是除了这个是基础以外，另外要有一门就是可以安身立命的手艺是相当重要的。就是你一定得有，就是你如果很有钱，那就不说了，对吧？如果你是过来还需要找工作的，那你必须得有一门手艺，就是技术这种可以帮你在当地立足的。就英文这个是基础，你不好你就不要谈，对吧？然后技术就是能够帮你安身立命的。然后第二点呢，我就吃了很多亏，这个我就不想细说了。然后接下去就毛毛谈一谈吧。嗯。对，我跟听他也聊了很多啊，就是因为就我自己其实想法比较简单，其实就是刚才胖子说的这个思路，其实就是选一个地方，就哪个地方是一个既然想润了嘛，那哪个地方是更合适的？我在这个事情上其实还考虑过蛮多的。一个就是说，的确像美国这个，我觉得是北美啊，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考虑，因为毕竟怎么说呢，一个是文化，还有一个是语言，对吧？都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，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。但是我后来为什么就是对于美国这个事，就比较反感或者说有点犹豫呢？其实很大的一个情况是因为，因为我们都是游戏行业嘛，然后有时候也去那个 GDC 开会啊，或者说，然后我自己也旅游去过，上次也去那个老 P，那边去看过，然后也去参观了一下这些什么哈佛、耶鲁啊，带小朋友都转了一圈。我自己考察下来，我自己的感受还是觉得就是不够安全，就是这是一个最大安全，的一个考量吧。对，我自己觉得就是安全性这方面就是一哦，个蛮大的担心啊。就我说我自己的感受啊，当然可能老 P 实际生活在那边，他的这个感受可能会不一样，但我可能是去出差了2次，然后玩了一次。你遇到什么事情觉得不安全？就比如说像旧金山街头吧，你就对吧？你觉得流浪汉特别多，对吧？然后有人也会就是莫名的来贴到你这里，给你卖唱片啊什么的，就是这些。是吧？对，所以就对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特别考虑小孩生活的话，可能对于我来说，这方面有一些担忧。OK，然后其他的话就是，可能重点考察的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新加坡，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这个蛮重要的一个，就怎么说呢，就是又能有一些中文环境，然后英语，还有就是一些工作机会，其实游戏行业那边也有一些，对吧？然后包括就是可能嗯环境也比较好，然后呢。
查了几次，然后包括也去了，然后也了解了一些这个中介机构啊等等。就有两个最大的问题，一个就是说它难度其实蛮大的，就是这个难度是指你在那边可能整个生活成本，还有就是你要变成当地，比如说居民，对吧？然后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工作的这个机会等等，就这个都是不是一个特别一类的模式吧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它整个这个国家因为可能比较小吧，所以其实就说实话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跟上海没什么太大区别，就是它没有那么的，因为也是城市嘛，然后整个这个可能也是亚裔的文化，所以其实区别度可能不是特别大吧。然后那不是好事情吗？跟上海不区别呃，不大。对，但我可能就是像上一期跟大家聊过的嘛，就是我可能哦，想要明白。寻找一些差异化的这个人生体嗯。验，也是一个这个润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的嘛，所以后面就是考虑欧洲和日本。然后日本的话，当然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可能我语言就是日语有问题嘛，所以后面就考虑一些欧洲这边像英国啊。或荷兰呀，像北欧啊这些可能英语还不错的，这个地方。这是地点上的一个选择嘛，然后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。其实地点上大致圈定了，比如说是新加坡跟这个欧洲，对吧？对，然后英文语言为主，刚才老皮也提过了，这就是这一点。然后但第二点，其实我觉得跟这个也是老 P 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关于你可行性以及说生存技能，就是你去了这边那边，你怎么能够进行一个支撑生活以及家庭的这么一个工作。那我其实可能就想的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说我不愿意放弃我当前的这个行业。就是嗯。这点上可能是跟老 P 跟胖子有一些区别的，因为就他们那时候我们大家也聊过这个话题，就是我是觉得，就对于相比于他们两个来说，我肯定是就比较摇摆州吧，就是属于想，但是如果说我相比于做游戏这件事情来说，那我可能如果说没有好的一个这个润出去的这个游戏行业的机会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暂时就还不会考虑。所以呢，那对于做游戏行业的同学润出去来说，我相信大家也有一些朋友同事，对吧？在育碧呀、EA 呀等等这些国际公司的，那他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润出去的路径。其实就是公司的这个内部分配嘛，就是比如说育碧也有那个 Montreal 对吧？然后那个新加坡也有 IGG，然后也有那个 EA 等等，所以呢，那我先加入到这样一个外企，然后呢，我再通过内部的这个调岗，我转过去，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人这样润出去的一个哎，对。就是不换行业的一个路径。然后我们也认识很多嗯。朋友，现在在海外也是这个路径嘛。所以嗯。呢，对于我那时候来说，因为也跟大家一样，就很早想过这个事儿嘛，所以呢，哎，那就想着那就要不就是去这些公司不就完了嘛？就是而且本来可能自己也是离这些公司也比较近，对吧？也跟这些朋友啊，还有这个圈子大家都在，所以呢也有这方面的考虑。但是最后实操下来呢，发现是这样的，我之前还申请过那个 Naughty Dog 的一个职位吧，然后嗯。嗯。也比较怎么说呢，也比较坎坷，但最后还是通过了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的一些考量，就是说，其实让你资深赴美，可能就是整个这个事儿还是有一些风险。就比如说那时候小孩刚出生，对吧？然后各种你感觉好像你本来可能在这边还是一个小 leader 什么的，但是你去那边可能就做一个就是工具人等等。所以呢，那时候的各种考量还是想说那就算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其实这条路径也想过很多，包括那时候也去申请新加坡的一些游戏行业的公司的职位，然后也有朋友在新加坡，然后也让他
帮忙引荐啊等等。但是呢，要不就是人家不要你，就是你只是拿不到 offer，要不就是拿到了 offer 吧，你觉得好像这个机会，就是你去了可能也就价值不大，可能等于你降一级或者说降2级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你去接受这份工作。所以，可能收入情况啊，各方面都不一定能适应。所以这个事儿虽然，经历了很久，所以呢一直在有意无意的进行一个尝试，然后直到就是最近才公司有机会说，哎，有这样的一个海外业务，那可以过来，然后呢找到了欧洲这边的一个机会，然后也是依然就是我说那个路径还是这样，就是通过公司内部的一个嗯调岗以及说区域分配，然后到了一个就海外也有同样工作机会的一个地方，嗯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实操路径吧。外企在国内好像都在撤啊，对，但在而且撤的过程中，可能也是对吧？就是说我就撤回美国了，对吧？也是这种，或者说对，撤回欧洲了。我听的时候我就在想，其实从买东西的这个打比方的话，其实毛毛就相当于是等等党，他没有那么迫切。然后呢，对他既然没有这么迫切呢，他其实可以是按照他期望的那对，个优先级去做一个更从容的选择。然后我和老 P 呢，可能就因为我们可能把润这件事情的优先级拔得非常高，所以对，呢，其实从毛毛的角度来说，就是排除万难，牺牲一切，为了达成这个第一优先级。但是在毛毛他说他自哎，己是摇摆州嘛，他润嗯并不是他的绝对意义上的第一优先级要实现的一个目标，所以他反而嗯可以更从容。从结果上来说呢，他可能实现的最漂亮，但这也是因为他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优先级，然后所以他可以做一个比较完美的选择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个对吧？就是这个所很多时候就以就是，是所以就是说，当你有了这个念头，然后你要考虑目的的时候，然后你还要得看，就说你这是不是你的绝对第一优先，还是说，对吧？就像毛毛说的，就他维持本职业，甚至于维持本职业自己在里面的一个资深的程度，可能是他的第一优先级。那这样的时候，对呀，你的选择可能会更久远一些，然后你当前的选择可能会更少一点，但也不排除说，就是机缘巧合到了那个时间点，有可能你最后实现的那个结果其实是最完美的。然后，嗯，其实前头老 P 说的时候，我还想到一个，其实跟这个话题有关系，就是说很有名的那个段子，就是你有没有见过4点钟的洛杉矶，对吧？就 How bad you want success，对吧？就是你到底有多想移民，对吧？因为还有走线的嘛，是吧？因为还有走嗯线的嘛。是吧？没错，所以说一切都取决于 how bad you want it，是吧？然后那个老 P 说到，比方说你要掌握当地的语言，这个其实我就觉得在相对于这个 how bad 这件事情上，其实它不是一个必选项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比方说加拿大有一个叫多纳武特地区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，就是反正就是在它差不多快进北极圈了吧，就多纳武特地区的移民政策，它是连英语都没有要求的，它那边都是以原住民为主。如果就从他们的角度来说，就是这个省 How bad want 呢，就他有多渴望有一个活人去，对吧？他越渴望，他就可以把条件放得越低。我觉得国与国其实也不同吧。我觉得美国这边，呃，应该说不像加拿大那么的缺人，因为他还会挑三拣四的，那当然，我对吧？放弃美国就是因为美国就完全不饥渴缺人嘛，所以要等7年，我等不起。对，有这个还是有等待时间超长。对有难度问题，嗯，我不说了吗？来这边的那个，麦卡论坛的哥们儿已经说了嘛，就全世界只有加拿大，很实诚的缺人，其他地方都是缺钱。嗯，对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，就是说连英文都不需要，那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那对于我们这些想润的人来说，就是说，你到底有多想出去？当你特别特别想出去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很多的条件都划掉的，就毛毛的那些，比方说换职业啊，维持原先的那个职级啊，这些都可以划掉，对吧？就甚至于那个老 P 说的融入的这个事情，语言不通什么都可以划掉。就当你这个需求占了绝对上风的时候，一切都可以舍弃。这个就要说到我自己的一个
这个伦理嘛，就是我在加拿大找工作的话，它其实没有年龄歧视的，它是完全没有年龄歧视的，它甚至于问年龄都是不合规的，它没有办法对，因为年龄去拒绝你，这个是它非常好的一个点。但它有它的潜规则，它的潜规则就是他希望你在本地有工作经验，这样他才会承认，就是说对对对对对对你对进这个行业啊，同时他要承认你的这个资历。如果你没有本地工作经验，对不起，你只能从很初级的干起来。那其实这个也是一对，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非常大的，是，因为我对这一个就你不要出去啊或者怎么样，这个是比较了解的嘛。我自己的感受啊，就是嗯，我自己的感受是，你们把这个生存、安身立命这件事情，就是你们过于自信，或者说你们对于这件事儿的这个难度，或者说这个考虑的不够。考虑，这讲的东西呢，我觉得有一点哲学意义上的范畴了。我觉得就是为啥？到底是润重要呢，还是你安身立命比较重要，对吧？我觉得我跟胖子其实都有一点错误吧，就是在战略上面，就是把润这件事情看得太重，而没有把安身立命这件事情，呃，重要性提高。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安身立命其实比润这件事情更重要，对不对？就是毛毛为什么从容呢？他就觉得他国内的这个东西他是能接受的，所以他希望出去的时候，他的生活质量不要有太大的一个下降，对吧？那我们俩可能对于这方面的就是愤青的这个 percent 更重一点，就觉得即便生活质量有一定的下降，我也要出去。对，这一期就是基本上是在讲，就是呃，对于普通人来讲，就是还是要到目的国去赚钱的，怎么样去一个操作法。好，这期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接着聊。